杨紫的这个生命树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昨天刚播的时候，央视它直接是收视已经破3了，这已经是有爆的节奏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好像数据有点往下掉，到现在为止市占率才5点多，昨天还7点多，均值播放大概700-800万的样子。虽然说目前不是说特别高，但是我依然坚信这个戏肯定能够大爆。为什么？因为这个戏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戏制作太精良了。你看它整个戏的开篇，真的就是完全是电影的这种质感。现在哪些电视剧大部分都是大景来拍，人家跑到平均海拔3000米的这样的一个青藏高原上，到那儿是实景拍摄，光这份敬业的精神，我都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这样的一部戏。我为什么那么激动？是因为这个戏昨天我一口气看了4集，我觉得我喜欢的不得了。首先，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上个电影拍的也是西部片，我喜欢这种西部题材这种剧目，包括电影，你包括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我喜欢的不得了。然后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4集我整体的一个看法。首先制作上来讲，我觉得没得说了，那都是顶级的制作。从剧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整个的剧情前4集来讲波澜起伏，让你根本就停不下来。再说说胡歌，你什么时候见到胡歌现在是这样的一副形象？你看《仙剑》的时候还是小鲜肉，多帅呀！你看宝总《繁花》的时候，那也是风流倜傥。你到了这儿，你感觉他蓄上胡子之后，整个就像一个新疆人，而且说台词的时候故意还把他的鼻音给放大了。因为我觉得胡歌这次演的真好，尤其是有一段独白，跟这个李光洁他那段独白，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这块爆发力，包括他眼神那种坚定，包括他对当地村民的那种怜悯之心，我觉得展示的是淋漓尽致，又赋予了胡歌式的个人魅力。真的，我真的胡歌这个戏演的真太棒了。再说说杨紫这边，杨紫这边有一段戏，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特别棒，就是他深入无人区之后，他发现他弟弟竟然跟犯罪分子勾结到一块儿，帮犯罪分子在那剥羊皮。你看他整个的眼神的变化，首先看到他眼神里边那种惊恐、害怕，再到震惊，再到愤怒，再有就是眼含泪花，对弟弟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悲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还有一段戏，很少看之前杨紫演戏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那段跟犯罪分子去拿枪搏斗这一块，枪法太准了，一枪一个，而且整个的他的表演状态里边没有任何的迟疑，果断决绝，整个的表演过程流畅自如，非常的棒。而且这个戏里边，我觉得除了他精彩的故事之外啊，剧情节奏紧凑之外，里边还有很多幽默的部分。你比如说杨紫跟他其中一个战友聊的时候，他说他弟弟在想念他，似乎听到了声音。那哥们说他弟弟是不是也想念我，也听到了，仿佛有人在呼喊我。还有一段，那个他弟弟借了他哥们一个摩托车，那个摩托车他说叫了个名字叫什么朵拉是吧？我以为朵拉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发现那朵拉是他的摩托车。这整个戏既幽默又富有张力，同时他又讲述了生命与救赎之间的深度含义。这就是整个影片我觉得最大的主题。而且这只是整个剧的开篇，接下来深入无人区之后跟这个匪徒斗智斗勇的这个过程才是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相信凭借着这个生命树的口碑以及制作以及所有演员精湛的演技，这个戏应该能够必爆。当然了，很多人说王导这个戏是小众题材，我不觉得。即使是小众题材，如果他的故事足够能够打动人心，我相信依然能够播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我也相信生命树一定可以大爆。在这里也呼吁一下，没有看生命树这部戏的可以去看一下，我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